朋友们，我们今天不聊家长里短，也不谈那些个鸡毛蒜皮，就来掰扯一件大事儿。台湾这块地儿，它到底是谁的？听着是不是有点挠头？别急着拍大腿，也别忙着撸袖子，您耐心听，我慢慢道来。里头的门道可比您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保准让您大开眼界。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说起来，这些年啊，我常在网上看到有人因为这事儿争得面红耳赤，甚至还冒出些不中听的话。哎呦喂，这话听着真不是滋味儿。要我说，那些把自古以来挂在嘴边的人，可真得好好补历史课了。您瞧瞧对岸那些新闻标题，个顶个的大字报，写着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说我们是中国第一大岛，听着挺唬人吧？可要这么算，那美国是不是也得立马回归大英帝国啊？毕竟人家英国以前也统治过美国，而且大英帝国那会儿可是统治了全世界1/4的土地啊。照这逻辑，现在英国人得去收回多少地方？那蒙古帝国也曾横扫欧亚，跟大英帝国那版图有得一拼。要是都按自古以来算，我们这个世界不得立马来个第3次世界大乱斗？什么荷兰帝国、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俄罗斯帝国，哪个没在别的地方划拉过地盘？这重叠的地方多了去了，真要追溯起来，谁也说不清谁是谁的。所以啊，这自古以来就是你的，这话听起来像模像样，细想却站不住脚。不然对岸还得跟他们非常友好的俄罗斯打一架呢，毕竟俄罗斯可是拿走了比我们台湾大几十倍的土地呢。那些神圣不可分割的部分，真该好好讨回来。台湾自古就属于中国，这话表面上看似铁板钉钉，可您要是真钻进历史的固执堆里，就会发现这事儿还真没那么简单。您知道吗？在1624年之前，尽管有人到过台湾，但这片土地上压根儿就没出现过任何形式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权，它就是台湾先住民自己的地盘。直到1624年，荷兰人来了，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半官方半民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分部，这才有了台湾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也就是说，台湾成为殖民地是头一遭被治理，而且还只是地方性的。荷兰人前后统治了37年，也没完全把台湾全盘拿下。后来西班牙人也来了，占领了台湾北部，台湾就成了南北分治的局面。再后来，荷兰人把颜思齐、郑芝龙以及西班牙人都收拾了，才统一了台湾大部分区域。等等，颜思齐、郑芝龙，这不是中国人吗？难道中国的势力很早就来了？哎，您别急，颜思齐虽然早于荷兰人来到台湾，但在1621年，他们只是来垦荒，并没有建立政权，所以最早在台湾建立政权的还真是荷兰人。不过呢，后来台湾确实是属于中国人的。在1661年到1895年，长达230年期间，台湾一直是中国人统治的区域。真正意义上，中国人在这里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就是由郑成功搞的延平郡王国。这有点像现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都是一个分裂中国下的地方政权。郑成功当时就是个流亡政府。再后来，康熙大帝来了，建立了大清帝国的福建省台湾府，这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的台北市、高雄市这种地方政府。总归来说，那时候台湾是归大清帝国管的。可好景不长，又一纸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帝国。从1895年到1945年，日本是最后一个被世界各国广泛承认拥有台湾主权的政府，他对台湾拥有一切主权。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战败了，被要求把侵略的土地还回去，台湾和澎湖就在其中。可问题来了，这地儿得还给谁呢？按理说应该还给上一个政府，大清帝国，可大清已经没了啊。最先声称继承大清一切土地和权利的是中华民国，这可是无法抹去的历史事实。那时候的中华民国确实代表着整个中国，拥有完整的主权。可谁知道，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冒出来了，两边打的那是你死我活，血肉横飞。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共政权得到了世界普遍承认，他们宣称继承了中华民国的所有土地和权利，于是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论点就这么冒出来了。因为中华民国声称拥有台湾，治理台湾好多年，现在你被我灭了，你以前占领的地盘都得还给我中共。可中华民国真的拥有对台湾的主权吗？
这话我说出来，估计得罪不少人。不管您是想独立的，还是想统一的，可能都要炸锅了。我查阅了好多国际资料，发现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说法，其实台湾也不完全属于中华民国。这段历史说起来又臭又长，我尽量长话短说。二战结束，日本被要求归还台湾和澎湖，但当时国际社会并没有明确决定到底还给谁，因为那会儿到底谁代表中国还在吵得不可开交，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有个明确答案。可日本战败是40年代啊，中间差了30年呢。而且当时签订日本归还土地的会议和法律文件，中国都没有派人去签字。就拿开罗宣言来说吧，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这3巨头可都没在上面签字。看到这儿，我个人也是一个头2个大，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后来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做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是我刚才说的，中华民国其实并不一定真的拥有台湾主权。美国认为中华民国对台湾的治理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他们觉得台湾和澎湖仅仅是二战战胜国委托中华民国政府代管的前日本领土。从日本确定放弃台湾主权那一刻起，台湾就进入了一个主权未定的状态，没有人能够真正合法地代表它是台湾的政府。从那时起，台湾在主权上就呈现了一种真空状态，尽管中华民国已经实实在在地统治台湾超过70年了。听到这儿，那些觉得台湾是国家的朋友，您先别急着跳脚，说些大逆不道的话。您别急，我是为你好，待会儿您就明白了。而那些想统一台湾的对岸朋友，您也先别高兴得太早。虽然很多大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台湾主权未定，而且很多大国都相继和中国建交，并遵循一中原则。这个一中指的是中国只有一个，中共代表中国，甚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尽管这么多国家遵循一中原则，但更真实的情况是，这些大国并不全部认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就拿美国来说，它的一中政策意思是中国确实只有一个，而且它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签署的3个公报里面，仅仅表示认知到中方关于台湾属于中国的立场。各位，请您一定要分清楚，认知和承认那可是2回事，他们并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不光美国这样，加拿大、日本也是如此。很多世界大国和中国建交的时候都是用的这种措辞。其实他们也都不希望台湾直接被中国吞掉。加拿大是第一个开这枪的，他们在1970年10月10日和中共完成谈判，结果是留意到中国的立场，但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后来，这种加拿大模式被意大利、智利、秘鲁、黎巴嫩、冰岛、阿根廷、希腊等14个国家采用。日本采用的模式则是理解并尊重，但也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日本模式则有菲律宾、荷兰等国效仿，而像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这些国家，他们用的是认知到中国立场。后来的西班牙、泰国也都是如此。所以到现在为止，世界各大国在遵循一中原则的时候，其实真正的意思上并没有包含台湾属于中国。那么问题又来了，台湾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中华民国，那它现在到底是谁的呢？在目前来说，它应该还处于一个真空状态，但在实质层面上，台湾确实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有4大要素：人民、土地、政府、完整主权，我们基本上都有。我们对内拥有完完整整的主权，有自己的经济体系、自己的银行体系，有自己的钞票，上面印的不是毛泽东，不是蒋介石，而是我们台湾小朋友的图案。我们也有自己的政府，政府成员都是站在我们台湾的土地上，由站在台湾土地上的人民用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我们还有自己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现役人数约17万人，后备军力达170万人。这些军队都归台湾管，最高指挥权是台湾的总统，而不是中共的总书记，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主席。目前台湾的总统是人民选出的蔡英文，他就拥有台湾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不止如此，我们有自己的独立外交系统，尽管被蚕食鲸吞了好几个邦交国，但现在我们依然拥有15个邦交国。我们的人民总数排行世界第55名，许多知名国家的人口还比我们少，比如哈萨克1800万人，荷兰1700万人，钞票超多，0
币值大到爆的辛巴威1500万人，新加坡570万人，新西兰约500万人。世界上约有150个国家，人口比我们还要少。我们有自己的土地，土地面积排行第4137名，约有60多个国家的土地面积都不小，其中包含知名的新加坡197名，以及以色列151名。我们有自己的完整主权，我们国内想做任何事情，全都由我们人民和政府共同决定。好比这次的疫情如何面对，我们不受任何一个国家控制，有自己独立的医疗体系，甚至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率先全世界战胜疫情。这话可不是我自己说的，是很多新闻报道说的，说很多国外的人民都这么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连续32天没有本土案例了，甚至我们台湾的医疗体系被评为世界第一。从这些点来看，我们台湾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从我出生开始，我也没见过对岸的军队或政府人员来过台湾。对岸的人员有没有来过台湾，我不敢确定，但我知道的就是，至少对岸的解放军没有站在我们土地上开过枪，都没有。对岸的共产党从来没有治理过我们台湾一天。相反的，中华民国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已经统治了约70年左右的时间。从情理上来看，台湾都不属于中国，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只是对外的主权国际上没有定论，但是对内的主权我们是完全独立自主的。现在我来揭晓我刚才埋的一个梗了。为什么我希望那些认为台湾是独立国家的朋友，先别急着骂我刚才说的中华民国不代表台湾那些话。现在开始就是我们台湾每个人民可能都要非常严肃面对的一个问题了。如果中华民国代表台湾，而且这话被国际大国普遍认可的话，那么台湾现在确确实实要归还给对岸了。因为在1970年代，世界各国开始和对岸建交的时候，普遍的认知是对岸合法继承了中华民国的一切土地和权利。而如果台湾是中华民国的，而且被承认了，那么台湾理应要还给对岸。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被还给对岸了。在国际社会上，中华民国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的一个政府，国际社会上承认的一个中国，代表中国的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已经消灭了。虽然说我们拥有的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上面写的都是中华民国，但这其实都是对内的，对外国际上并不承认。如果我们真的要独立，在国际上大声地说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必须走正确的法律途径向世界发声。我们为什么一直不被国际认同呢？除了对岸的打压之外，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用正确的法律途径向世界发声过。尽管我们在国内喊得非常大声，也有非常多的人民各自独立向国外发声，但是代表我们台湾的政府却从来没有递出正式的文件，正式宣称台湾是独立的国家过。由于我们台湾从来没有这么做，所以国际上无从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国际上只能承认他所宣称的内容，而我们国家完全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可以给别人承认的宣称内容，所以国际上并没有办法承认我们台湾是一个国家，我们自己都没讲啊。但是我们如何去讲，如何用正式的法律途径向国际发声，这又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了。因为对岸会干扰，美国也会干扰。当美国和对岸友好的时候，美国也不希望台湾就这么独立了。如果台湾这么做引起争端，美国会认为台湾在捣乱，那对岸更是如此。你独立出来，我们情何以堪？所以随时随地，不管你跟美国好还是坏，我就是要阻止你。所以我们面对着两大国的压制，真的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困难的位置。但是我相信我们台湾人民会有这个智慧，想出办法。毕竟在生活的实质层面上，我们真的是一个国家，只是在国际上我们要如何被承认，这就是我们必须好好动脑筋的一个困难问题。相信有一天我们应该可以找到好的方式，透过法律程序正式的跟国际说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好了，今天说的话真的是太多了，我相信应该颠覆了非常多的认知，也惹毛了非常多的人。尽管如此，不管怎样，我个人都还是想讲出我心里所认为的一些话。在这里跟对岸的朋友们说一点话，其实我个人也认识了不少的对岸朋友，像我买了很多的玩具，都从网上买来，认识了很多人，很好的店家。
之前我玩一些模型玩具的时候，也有跟对岸的网友们建立一个群组，互相分享心得，所以对于对岸人民，我是一点都不排斥的。只不过我真的是希望你们的政府别再拿飞弹对着我们了，别再时时刻刻想这样糊涂台湾了。这就像是两个朋友之间在交朋友，如果一个朋友随时拿着枪对着你说，嘿嘿，我们今天去哪里玩呢？表面跟你笑得很开心，结果又把你的蛋蛋放到他的嘴心，我想你应该是很难跟他真心互相交朋友吧。那为什么台湾人相对来说会比较喜欢美国呢？或者是日本呢？这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拿着这些坏东西对着你。尽管众所周知，美国其实也算是一个时不时会讨保护费的黑道大哥，但是毕竟人家还是会给你一些好处，而且人家没有拿着枪对着你，只是他坏了点，偶尔跟你要点钱，要点保护费，但总比拿着枪对着你的人好吧。其实我一直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唐盛世会让那么多周边国家自愿要当藩属国呢？又或者是自愿前来跟你友好呢？真心的友好，这一定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霸了，各方面都很棒，让很多国家争相来这里学习，很多的文化就这么被带进韩国和日本。那为什么现在的对岸没有办法如此呢？从体制上来看，都是一个集权政府。那么问题很显然可能是出自于整个国际的形象上，还有对岸对于国内的管理上。尽管对岸政府对内的管理让你们国内人民感觉到蛮好的，不过对外国际上面的观感却是觉得不自由嘛。那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不自由或者是一些的方面，的确是国际上面的多数共识，因为比你们自由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如果你们能够比美国更好，各方面都变得更好，文化更强，人民更自由，制度更好，生活水准更棒，人民更友善，更国际化，影音视听娱乐什么等等都更好了，那我相信不止日本、韩国或者是周边的国家，连我们台湾都会非常的向往。好了，今天说的话真的是太多了，那你认为台湾到底是属于谁的呢？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我们互相切磋交流。我相信这个影片出来之后，底下就会战成一片了，还是希望大家理性讨论。